28歲香港名媛慘遭分屍，身體被包成了蘿蔔肉湯，大腿則放在冰箱裡冷凍。當警方找到她的屍骨時，她已經被燉成了軟爛的肉渣。今天我們一起來看香港名媛分屍案。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蔡天鳳。蔡天鳳家裡非常有錢，父母都是做生意的，而她憑借精美的顏值和高挑的身材，成為了非常有名的模特。可以說她在香港也是很有地位，但这女孩也有个壞毛病，那就是從小就叛逆，特別是在感情這一塊，她更是我行我素。在她15歲時，她就認識了第一任丈夫鄺廣志。這個男孩家境條件一般，當時蔡天鳳父母非常不贊成，可架不住女兒的死纏爛打。最終兩人在18歲時結了婚，並且還生下了2個孩子。在這段時間裡，家裡的開銷一切都是由蔡天鳳出錢。可即便這樣，3年後的2012年，兩人還是分手了，2個孩子留給了前夫哥，而蔡天鳳則是又找了另一位男伴。雖然她和前夫分居了，但事實上並沒有辦理離婚手續。但是詭異的是，前夫和現任關係卻很好，甚至一同去旅遊。而蔡天鳳與前夫哥雖然分開了，但依然對這一家人進行着經濟上的支撐。在2019年時，她花掉了7000萬買了一棟別墅，供前夫哥一家人使用。為了省下300萬稅款，把房主名字還寫成了公公的名字。另外，蔡天鳳還讓前夫哥的哥哥給她當司機，並且每個月還會給前公公婆婆零花錢。此時看上去前夫哥似乎成為了人生的贏家，到這種日子沒過多久就發生了變化。就在2023年時，蔡天鳳因投資問題想要把那套價值7000萬的別墅給賣掉，並且她告訴公公會給他們重新買一套房子。可當時前公公一聽炸毛了，名字是寫的他的，他是絕對不可能賣的。而蔡天鳳則是認為房子是他買的，他完全有支配的權利，所以這一次商量不歡而散。之後幾天，蔡天鳳去往巴黎參加了巴黎時尚週，並且上了雜誌封面。當他回國之後，他就徹底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視線之中。當時蔡天鳳的母親焦急萬分，她四處尋找無果，後果斷報了警。警方對蔡天鳳的人際關係展開了調查，結果發現她最終接觸的人似乎只有前夫哥的哥哥，也就是他的司機。當時警方順着這條線索查詢，這個大叔子手機的 GPS 定位，很快他們就發現汽車開進了一個叫龍尾村的地方。為了盡快找到蔡天鳳的下落，警方立即對村民們進行走訪。據一些村民所稱，前2天晚上他們似乎聽到了一些電鋸的聲音，以及一個女人的哀嚎。此時所有人心裡一緊，於是立即對龍尾村進行摸底。與此同時，警方找到了前夫哥一家人了解情況。當時前夫哥一家表示，蔡天鳳很可能是被人給綁架了，所以他建議警方再等綁匪打電話來要錢贖人。然而警方卻並未採取他們的建議，反而繼續對村子進行挨家挨戶核查。幾天後，他們果然發現一處可疑的出租屋。當他們進入該屋子裡，突然聞到一股很奇怪的味道。該房間裡除了沙發和冰箱外，還有一些垃圾袋及絞肉機等工具。當警方打開冰箱時，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。原來這裡面竟然明目張膽地擺放着一隻冷凍的大腿。另外，警方在垃圾袋裡也發現了部分石塊。通過對大腿的觀摩，警方很快發現這應該是一條模特的腿。隨即，警方立即對該大腿做了 DNA 比對，最終證實這條大腿的確來自蔡天鳳。可現在有個疑問，這些肢體少之又少，根本無法拼湊出完整的屍體，可其他部位去了哪兒呢？接下來，警方繼續對該房間進行仔細的檢查。此時，他們突然發現在灶台上燉了一鍋肉湯。當打開鍋時，上層漂浮着一層脂肪，用勺子一撈，裡面盡是白蘿蔔、胡蘿蔔以及軟爛的肉塊。剛開始警方並沒在意，可隨後他們腦子裡突然浮現出一個可怕的想法，難道這裡面就是蔡天鳳其餘的部位嗎？想到這裡，所有人脊背發涼後，經過專業人士確認證實了，這裡面燉的是蔡天鳳的頭顱及一些鎖骨。此刻所有人炸毛了，到底是特麼多大仇恨，竟會幹出這樣喪心病狂的事情？從現在掌握的情況來看，前夫哥一家有着重大作案嫌疑，也未據警方調查到的情況。蔡天鳳最後消失是乘坐的大叔子開的車，並且當天前任公公及前夫哥都出現在了現場附近。可此時的問題又來了。據之前的了解，蔡天鳳雖然跟前夫哥分開，但她卻一直支撐着這一家子人的開銷，甚至拿着兒媳婦的錢，公公還在外面養了一個小的40多歲的情人。如此豪橫的女財神，這一家人是如何下得去手的呢？隨即警方對公公的底線做了調查，原來公公之前是一名警察，但是在辦理一樁案件時，由於受害者長得非常漂亮，當時公公曾花錢讓受害者陪他，卻遭到了拒絕，所以最後這個畜生竟將對方給強暴了。後來受害者告到了公安局，
所以他被警局給開除了，並且從他的面相來看，這個糟老頭絕對不是什麼善類，甚至可以說是滿臉的橫肉。接下來警方對大叔子及公公進行了逮捕，可當他們尋找前夫哥時，卻發現這貨早已逃跑。為了避免前夫哥處境，警方出動，大量警力開始尋找，同時也對前夫哥這些年的過往進行了核查。可不查還好，這一查發現了大問題。原來前夫哥自從跟蔡天鳳分居之後，他竟拿着前妻每個月支付的高額零用錢幹起了賭博，後來欠下大量賭債，過後他開始在交友網上詐騙小姐姐們，他將自己偽裝成一名有錢的生意人，並把對方約去酒店，在睡完覺後他便蠱惑對方投資，最後他拿到錢後就會跑路。在案發幾天後，28歲的前夫哥在銅鑼灣被抓捕歸案，當時的他正準備坐船逃離香港。另外，前公公的情人杨洋也被逮捕，之前農村的房子就是他出面幫忙租的，并且整個犯罪過程他都知情。蔡天鳳的前任婆婆也被抓，也為他試圖幫忙毀滅證據。當所有鋁合金、合金一樣的證據擺在面前時，這一大家子人終於扛不住壓力，說出了事情。原來從蔡天鳳說要賣那套別墅後，公公就起了殺心，他認為房子是他的名字，憑什麼給兒媳買？所以趁蔡天鳳身家巴黎時裝周時，他謀劃了一切。他先是讓情人去農村租了一個房子，等到蔡天鳳回國時，他讓大兒子在水裡下藥，將蔡天鳳給迷暈糊糊，隨後把人拉到出租屋裡進行了肢解。按照他們的計劃將人給燉了，到時候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。並且蔡天鳳與前夫哥並沒有辦理離婚手續，所以不僅房子保住了，就連他上億的資產也將歸於2個孩子名下。可由於孩子還小，所以那些錢自然會到兒子手上。所以說這一家子人簡直就是唾沫出省不如。事後蔡天鳳的母親為了讓親人們對她祭奠，他們用 3D 打印重新做了一個模型，並且請來法師給其超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網上有很多消息稱，當時蔡天鳳的母親在夢境裡看到了很多詭異的東西，具體是怎麼回事，大家可以去查查相關資料。當時在現場時，蔡天鳳的母親情緒失控，她突然趴在女婿懷裡嚎啕大哭，並且2人還十指緊扣，這一幕讓無數網友深感不合理。按道理講，就算是哭，這個丈母娘應該是抱住丈夫，而不應該是抱住女婿，並且從舉止中可以看出2人關係似乎並不一般。隨後不少網友開始扒了丈母娘與這個女婿其他照片，結果這一場果然發現了諸多問題。從這些照片中不難看出，這2人的關係似乎並不一般，就算是親生兒子也不大可能會有如此曖昧的動作。至於到底是怎麼回事，我們不得而知。另外還有一些消息稱，事實上蔡天鳳的現任與前夫哥2人其實有着某種不正常的關係，因為早在幾年前，前夫哥就報與4名男子有染，但消息是否為真，我們依然不得而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前夫哥一家人全部進去之後，現任收養了前夫哥和蔡天鳳的2個孩子，並決定要將他們撫養長大。所以說，很可能現任丈夫只是大度，而非大家所猜想的那般。感謝大家觀看，謝謝大家。